反攻号角已吹响，乌克兰将有可能要进行反攻了。乌军4日在卢甘斯克地区北顿涅茨克市发起反攻，并已经夺回了城市的20%区域。这是北顿涅茨克战事持续多日后，乌克兰首次宣称发起大规模反攻。不知不觉，俄罗斯已经深陷乌克兰战场100日之久，想来普京白头发都多了不少吧。跟刚开始意气风发的俄军相比，现在的俄军给我一种已经迟暮的感觉，尤其是在俄罗斯胜利日之后。乌克兰能在战场坚持这么久，北约可谓是功不可没，小到子弹防弹衣，大到坦克火炮，那可是毫不吝啬呀。泽连斯基要啥给啥，尤其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北约就已经不少家伙事已经偷运到乌克兰了。战争爆发最初阶段，西方国家更是疯狂援助乌克兰，仿佛谁送得慢谁就丢脸。凭借这些装备，在乌克兰刚入侵的时候，可是把俄军打得痛不欲生，不少装备折损在乌克兰，有效阻止了俄军罪恶的脚步。这俄军自从2月24日入侵乌克兰，看着没办法夺下乌克兰首都基辅与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后，就在3月底转换作战地点。既然打不下来你的行政中心，那便从你最混乱的乌东顿巴斯下手吧。自此，俄军便在乌东一条120公里的战线上集中兵力，其他地区则是采用守势。这不，俄军最近就拿下了斯维特洛达尔西克、利曼2个乌东中型城镇。乌军当然不干了，目前正在北顿涅茨克市周边与俄罗斯激战。北顿涅茨克是卢甘斯克州的要城，也是目前乌军手里最东边的城镇。不过现在却被乌克兰3面围困。目前俄军正想从西侧沿着一条高速公路与几条乡村道路，切断乌军北顿涅茨克的补给线。如今，俄罗斯逐渐在乌东地区站稳脚跟。频频以乌军所缺的重型火力投射载具和远程火炮，让基辅陷于劣势。尽管乌军凭借不怕死的信念苦战，但俄军已经快要包围乌克兰在顿巴斯最大据点之一的北顿涅茨克。俄军除有火力优势，乌东作战因临近俄国本土，降低后勤补给困难。也正因为乌克兰缺少重型火力，所以才这么被动。所以现在泽连斯基疯狂求援，北约大哥们赶紧给小弟送点好东西吧！这俄军太可恶，欺负我没有重火力，赶紧送点火箭炮、火炮、精确炮弹、装甲车吧！另外，防空系统、无人机、反舰导弹也一起来送点。当然，有战斗机或者直升机就更好了。还有美国老大，啥时候能把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跟 HIMARS 多管火箭炮送来呀？小弟坚持不住了。之前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 M777 榴弹炮，最多每分钟能发射5枚炮弹，射程30公里，而 HIMARS 多管火箭能在几秒钟内发射6枚火箭弹，打击32到64公里内的目标，并且还采用了机动式底盘，完全符合乌克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方针，战场生存能力更强。这种快打快撤的特性，正是乌军目前执行炮战的理想选择。那么对于乌克兰来说，如何将俄罗斯打到谈判桌上，决定了乌军能否取得胜利。对于北约来说，俄军深陷乌克兰战场是最好的局面，而对于俄罗斯来说，现在进入谈判貌似还不错，要不然家底儿都要被打完了，回头在阵亡点士兵，囊中羞涩的俄罗斯估计抚恤金都要发不起了。如果乌克兰进行反攻，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呢？今天火力军又大胆地出谋划策一次，若是能赢，泽连斯基兄弟可别忘了请火力军喝点小酒啊！首先，第一种方案就是拥有源头打击能力，能够让对手投鼠忌器，就像朝鲜一样。为何美国与韩国一直没有对朝鲜下手？就是因为朝鲜手里有着源头打击武器。美国不怕朝鲜使用，但韩国怕这个邻居不冷静呀。就像现今的台湾一样，也是在大力发展源头打击能力。乌克兰就缺少这种能力，可以直接对俄罗斯境内造成威胁的能力。其实，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乌克兰是完全有能力利用导弹飞机对俄罗斯本土进行攻击的。但问题是，乌克兰在与俄罗斯纷争中长期处于守势的防御弱方，根本就不具备主动向对方挑起战争的能力与胆量。所以乌克兰棋上一招，应该先俄罗斯出手。在战争爆发至俄罗斯主动攻击乌克兰本土前，俄罗斯就已经将乌克兰现有的机场与导弹发射基地等军事设施进行了精确打击与重点清除，已经从源头上消除了乌克兰直接攻击俄罗斯本土的可能性。
本来就处于弱势位置的乌克兰，这下在乌克兰战场更是处于完全的防御被攻击状态，又怎么谈得上去攻击俄罗斯本土呢？现代战争中可以打到敌国后方领土的进攻性武器，通常是指长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轰炸机这类武器。你看看，乌克兰在放弃掉核武器后，发展或维持过这些装备吗？战斗机是防御武器，防空导弹同样是防御武器。乌克兰现在手上全是这些东西，都是为了应对敌人进攻的防御武器，根本没有主动出击打人的攻击武器。此时你让乌克兰用什么去攻击俄罗斯的本土呢？实话实说，现在你去看一圈有关乌克兰部队拥有的武器装备网站，就能发现乌克兰就剩下些防御用的，就没有一款进攻性的武器。没有远程导弹，没有巡航导弹，也没有轰炸机。这苏联当初可是留下不少重工业基础，结果都被乌克兰玩没了。在战争初期到中期，火力军实在想不到自废武功的乌克兰能拿什么去攻击俄罗斯本土。不过这一点在5月开始，乌克兰情况变好了，因为北约终于转变军援策略了，不再是那些单兵装备，而是开始援助重型打击火力。像意大利提供的155毫米口径 FH-70牵引式火炮，目前已经正式投入作战。法国提供的155毫米凯撒车载自行榴弹炮也已经部署到乌东战场。此外，荷兰已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数量不明的155毫米 PZH-2000型自行榴弹炮，比利时也将提供美制 M109A4 自行榴弹炮。尽管型号不同，但这些北约国家的火炮统一采用155毫米口径制式，乌克兰不用过于担心西方炮弹供应跟不上的问题。这些北约国家终于发现军援重点了。不过也有可能先秘密训练了乌军士兵，才开始选择援助这些重型装备。毕竟乌克兰此前可都是一直采用苏制装备的。不过另一方面，现代炮兵已经属于高技术兵种了。乌克兰原先的炮兵专业人才早就已经在战火中大量消耗，说白了，现在人手有些不够了。就算现在北约军援的火炮很先进，但操作也更复杂呀，对于人员素质要求更高，所以美国选择提供的是 M777 牵引式榴弹炮，而不是机动能力更好的 M109 自行火炮。不过咱也不知道北约有没有偷偷训练一批乌克兰士兵，说不定真的在为俄罗斯准备着大惊喜。当然，这种火炮能力还不够威胁到俄罗斯，这不，美国又援助了高机动性多管火箭弹系统，也就是咱们所熟知的海马斯火箭炮。这个东西可不得了，台湾的朋友应该都了解，它可是能够发射射程约70公里的中程火箭弹和射程约300公里的远程火箭弹，架在基辅就能轻松威胁到俄罗斯境内。当然，一援助这个，俄罗斯免不了跳脚。美国也说了，我们这次只提供中程火箭炮，目的是使乌军能够更精准地打击本国战场上的俄罗斯军事目标。但谁能知道有没有偷偷提供一批导弹呢？你说是吧？这就叫兵不厌诈。海马斯系统属于进攻性非常突出的武器，和 M270 火箭炮有千丝万缕关系。这是一种基于轮式底盘的模块化高机动火箭炮，并且在设计上直接使用了 M270 火箭炮的弹药模块，所以海马斯可以发射 M270 的全部弹药，作战用途相当灵活。这俩可是在伊拉克战场立下赫赫战功。海马斯使用227毫米火箭弹的最大射程超过100公里，而且还可以直接兼容美国陆军唯一的战术弹道导弹 ATACMS。 这种弹道导弹有效射程300公里，具备精确打击能力。虽说明面上只提供了发射平台加 GMLRS 弹的装备组合，但 GMLRS 火箭弹在美陆军当中的地位非常高，其发挥的作用基本相当于战术导弹，射程超过70公里。如果使用 GMLRS 加弹药，射程可以突破120公里。测试中的 ERGMLRS 射程更远，这个射程可以让炮位安置在俄军炮兵的射程之外，同时又可以打击俄军。这些火箭弹还可以轰炸远在战线后方的俄军后勤仓库，就算射程限制在80公里，但若海马斯被带到俄乌边境，它也能被用于打击俄境内的目标。这将是华盛顿向基辅提供的第11批安全援助。除了海马斯之外，还包括空中监视雷达、标枪反坦克导弹、反装甲武器、直升机等。另外，还有丹麦所援助的鱼叉导弹，
有了它，乌克兰便可以用鱼叉反舰导弹对俄黑海舰队形成反制，从而打破俄海军对黑海的海上封锁。其次，鱼叉导弹240公里以上的打击范围，既能沿岸保护敖德萨港口城市，又能驱逐俄海军舰艇远离敖德萨。现在，就算借俄海军俩胆去拦截鱼叉导弹射程之外的乌克兰商队，俄海军都怂得不敢去，因为这款鱼叉导弹的射程可以直接轰杀到俄黑海舰队的老巢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地方有俄海军在克里米亚半岛建造的著名军港，现在俄海军自家老巢都暴露在乌海军的炮火之下，你说俄黑海舰队能不慌吗？根本不敢再封锁乌克兰的港口和海运。另外，乌克兰还能用鱼叉去搞一搞俄方陆地上比较重要的目标。这款导弹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制导方式一样，配有末端红外成像制导，所以能精确识别和打击陆地上固定的目标，比如机场、发电厂这些，从根上切断俄军的力量。如果乌克兰愿意，俄乌海战的战局就会从原来的俄骚扰乌变成乌骚扰俄，彻底反转，形成反制。除此之外，鱼叉导弹有能力摧毁对俄乌双方都极为重要的克里米亚大桥。之前乌克兰或许没能力去炸桥，但要是有了鱼叉导弹，乌克兰就随时具有轰炸克里米亚大桥的能力，可以让俄罗斯投鼠忌器，不敢妄动，逼急了大不了来个一拍两散。当然，这一切都要在鱼叉岸防系统到来后才能实现。鱼叉反舰导弹既能确保敖德萨港口的安全，又能打破俄对黑海的封锁，同时也能摆脱俄军海基导弹的持续骚扰，一举三得，稳赚不赔。有了这些手段，乌克兰就可以威胁到俄罗斯与乌克兰接壤的几大洲。到那时候，俄罗斯就会顾忌乌克兰手中的反制武器，当然乌克兰也不会更不敢主动使用这些武器。但当手里拥有了，那俄罗斯也要掂量一下乌克兰誓死反击的决心，就像朝鲜一样。为何美国与韩国一直没有对朝鲜下手？就是因为朝鲜手里有着源头打击武器，万一金正恩狗急跳墙，这韩国绝对要损失惨重。但当乌克兰手中拥有了这种能力，并不是为了能够威胁俄罗斯，而是逼迫俄罗斯能够坐到谈判桌上。你们说对吧？这是源头打击能力。除了这种最直观的手段，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例如特种作战、纵深穿插、兵者以能聚能散为要。就是这个能聚能散，我们把它做到了极致。聚集起来就是拳头，散开来就是水银泻地。任何变态的地形都可以迅速部署、快速机动，不依赖后勤，不需要重装备，不仅具有超强的隐蔽能力，更重要的是，一支轻步兵就可以打出大纵深快速穿插的战术。不过，大纵深快速穿插的战术只能是精锐的装甲部队才能做到，因为在穿插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无数敌人的战术据点的狙击，需要装甲部队才有可能迅速打掉有完备野战工事的火力点，撕开一个通道，快速向敌军后方纵深穿插。早在前段时间，乌克兰便对俄罗斯境内多个村庄进行了袭击，像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俄罗斯城市别尔哥罗德就遭受了多次严重的火灾和爆炸事故，甚至有消息称是乌克兰军队的米24武装直升机或原点由近程弹道导弹攻击造成的，但俄乌官方都并未承认这些消息。不管是乌克兰进入俄罗斯边境，还是依靠着北约援助的重火力打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其实都会对俄乌战场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从法律上来说，克里姆林宫就有了足够理由进行总动员，战争将扩大化。但对于北约与乌克兰来说，就是想赶紧把俄罗斯赶出去，恢复到2014年之前的边境，最低限度也要恢复到开战之前的边境。如果乌克兰一旦将战火烧到俄罗斯境内，那么乌克兰与北约内部都会产生一系列分歧。不过，如果乌克兰能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会大幅削弱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俄军战力。毕竟，俄军现在也在对乌克兰纵深地区的弹药库、油库和训练中心进行远程精确打击。在这场战术中，乌军几乎把猪的战术发挥到了极致。屁股位依着墙壁，让你抓不住尾巴，哪怕即将被团团围困，也坚决不出城。如果俄军发起小规模的进攻，乌军还能抓住机会，尖牙利齿给你一口，让人无可奈何。
即使俄军真的调集重兵进行攻城，最后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付出惨重的代价。战争开始容易，结束难，尤其是进入了僵持的状态。要想结束战争，必须有一方取得重大成果，才有可能将对方逼上谈判桌。要么是乌军依靠大量军事援助顽强抵御俄军的进攻，将俄军的进攻企图挫败；要么俄军成功击败乌军，占领整个乌东地区。否则，结束冲突还只是一个梦想。乌军一方面会利用大量援助继续和俄军正面对抗，另一方面则会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或迟滞俄军行动，甚至在乌克兰境内进行破坏活动，动摇俄罗斯国内的信心和决心。但值得担心的是，经过3次动员的乌克兰而言，是否有足够经过可靠训练的士兵投入战场？乌克兰经济还能否支撑住长期的军事冲突？对于反攻，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兵力，但乌军主力部队要么已经被歼灭在乌东地区，要么依然被围困在包围圈之内。对于进攻最重要的装甲部队，乌克兰已经损失了大量坦克和装甲车，制空权也基本上完全丢失。对于乌军来说，在俄军集中兵力组建的防线上展开反攻，无异于自杀行为。不过这一点，火力军之前也有提到过解决办法，就是不知道北约大佬愿不愿意做了。之前有位美国退役将军认为，只有彻底将俄罗斯赶出乌克兰，才能取得最终胜利，或者是彻底打疼俄军，例如全歼几个营级战斗群啥的，这样才能让俄罗斯自食战争恶果。关于这一点，就得北约大佬出手了。除了继续援助乌克兰重型火力以外，北约应该协助乌克兰建立5个能够使用现代化西方武器与战术的旅级战斗部。在如今的乌俄战争中，美国与西方盟友有4个目标：强化乌克兰来削弱俄罗斯，增强美国与北约战力，以遏阻俄罗斯进一步行动，让俄军实力退化，以及确保俄罗斯无法在乌克兰取得胜利。而无论是俄军攻势成功，或在拿下部分战果后陷入僵持，都能让俄罗斯宣称自己获得胜利。需要让美国、法国、波兰、英国和德国各自建立一个旅的乌克兰战斗力。这些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可以通过装备乌克兰部队，在自己的国家训练他们，来形成战斗力。这5个旅的乌军士兵将拥有以西方方式作战的西方装备，一种综合的空陆作战方法，可以使用所有可用的手段，包括北约可互操作的坦克、近距离空中支援等等。这样一来，乌克兰才可以真正获得胜利。你们觉得乌克兰还缺少哪些东西呢？另外，还需要援助乌克兰什么样的武器呢？欢迎评论区谈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